中国人最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，物价不是涨，而是连跌3年，通缩的黑洞把14亿人都拖了进去。你能想象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在苦苦对抗通货膨胀，唯独中国却被通缩死死锁喉。2025年8月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 CPI 年减 0.4%，3个月来再次跌破零。PPI 更惨，年减 2.9%， 而且这已经是连续35个月为负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企业出厂价一路下跌，3年没见过转正。这不是小波动，而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连续3年通缩。彭博社直白点破，中国陷入了史无前例的9个季度物价下滑，彻底暴露了供需严重失衡。中国现在的通缩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还严重。耐久性消费品、冰箱、洗衣机、汽车这种大件价格跌得最狠，7月的跌幅是 3.5%， 8月直接扩大到 3.7%。 什么意思？就是厂家拼命甩卖，消费者却还是不敢买。对比一下美国2024年通膨率一度高达 9%， 但通过加息和财政紧缩，硬生生压到 2% 上下。中国呢？ CPI 不仅压不住，反而掉进负区间。全球都在担心物价涨，中国却成了唯一一个物价跌到停不下来的另类。数字背后是冷冰冰的生活悲剧。食品价格8月年减 4.3%， 比上个月的负 1.6% 再扩大。猪肉、鸡蛋、蔬菜全面下跌，看似便宜了，但背后是需求疲弱，百姓根本没钱消费。核心 CPI 剔除食品与能源，年增 0.9%， 表面看还在涨，但这点涨幅根本掩盖不了整体通缩的事实。台湾大学经济学教授樊家忠直言，中国已经掉进了负向循环的漩涡，短期根本看不到出口。要想翻转，至少要失落5到10年。有人说，物价跌了不是好事吗？东西便宜了啊。可事实是，便宜的东西没人买，因为没工作、没收入，不敢花钱。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。为什么会通缩？核心原因其实很明显，就业出现断崖式下滑，服务业岗位大量消失，年轻人失业严重，消费力骤减。与此同时，大量本该倒闭的僵尸企业被硬撑着苟活，只是为了保住就业，但结果却是产能过剩，库存堆满仓库，价格只能一路下跌。这就是最典型的看上去热闹，实际没钱赚。数据显示，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常年徘徊在 75% 左右，远低于美国的 85%。换句话说，1/4的工厂在开空转。而这些僵尸企业依然能从银行拿到纾困贷款，但贷款很快变成坏账，金融系统风险进一步积累。你以为这是拯救就业，其实是把整个国家拖进泥潭。中国通缩的背后，房价走弱是最大杀手。2024年，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跌到10亿平方米以下，创下10年新低。到了2025年，房企巨头接连暴雷，碧桂园负债 1.43 万亿，几乎无力偿还；万科巨亏120亿，法拍房库存堆积；一线城市二手房挂牌量创纪录，深圳甚至出现断供潮。没有房地产的支撑，居民财富效应崩塌。原本可以用卖房的钱消费，现在只能捂紧钱包。结果是什么？消费崩盘， CPI 一路走低。最讽刺的是北京高层的态度。华尔街日报报道过一段细节，中国领导人竟然对顾问说，通缩有什么不好？大家难道不喜欢东西更便宜吗？这句话简直荒唐到令人发指。通缩不是便宜，而是没人买。没人买，企业不赚钱，裁员，工资下降，消费更弱，
价格更跌，这是死亡循环。可在北京的决策圈里，通缩成了禁忌，高层不许谈，不许研究，更不许公开承认。问题是，捂住嘴，数据不会消失。CPI、PPI 冰冷的曲线已经在全球媒体上赤裸裸地摆着，所有人都在拿日本对比。1990年代，日本泡沫破裂，房价、股价暴跌，陷入长达30年的通缩阴影。直到最近几年，日本才刚刚摆脱失落的30年。现在，中国几乎在原封不动地重演资产泡沫、房地产崩盘。信贷泡沫，地方债务飙升到40万亿，通缩恶性循环，物价连续3年下跌。中国肯定会经历失落的10年，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写在冰冷数字里的铁律。当一个家庭面对通缩，最先被击碎的不是消费欲望，而是安全感。想象一个典型的中产，房子跌价，2年前买的学区房，如今市价比买入价便宜了30%。工作难保，公司效益不好，裁员名单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刀。孩子教育学费涨不动，可家长收入在缩水。医疗开支账单越来越大，但保险赔付却越来越少。数据冷冰冰，却扎进每个家庭的心口。2025年第2季度，中国家庭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飙到 65%， 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却跌到 2.4%。 什么意思？就是债务在涨，收入在跌。这就是通缩下的家庭炼狱，东西越来越便宜，但钱包越来越瘪。你买得起白菜，却买不起人生。通缩的第2重杀戮落在企业身上。法国兴业银行的报告显示，虽然中国工业产出看似稳定，但利润表惨不忍睹。制造业企业利润率普遍跌破 3%， 很多甚至连利息都还不上。钢铁行业价格比2022年跌了 40%， 产能却依旧过剩，库存堆到港口。新能源车企号称出口井喷，实际上利润被通缩吞噬。33家上市车企总负债逼近1万亿，比拼价格就是比拼谁先死。出口企业欧美需求疲软，东南亚低价竞争，中国厂商只能继续压价，利润被压到骨头。有机构研究2500家中国上市公司，发现交易量在涨，但价值在跌。这就像越卖越穷的恶性循环。通缩不是企业打折，而是企业被迫自残。最终结果就是企业倒闭，员工失业，银行坏账增加，通缩继续恶化。这是一个看不到底的深渊。当企业不赚钱，居民不消费，金融系统就是下一个暴雷点。地方政府债务已突破40万亿，其中大部分来自城投平台。为了还利息，地方只能继续借新债。可问题是，在通缩环境下，税收和土地出让金大幅缩水，地方财政根本填不上窟窿。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下降 22%， 创下新低。银行坏账率已逼近 5%， 远高于官方公布的 1.6%。影子银行、信托产品暴雷不断，普通家庭的理财资金蒸发成泡影。这才是真正的恐怖。通缩不仅让企业倒下，还可能直接掀翻整个银行体系。而北京最怕的正是金融失控，因为一旦金融系统崩盘，那就是中国版的大萧条。放眼全球，更显讽刺。美国2025年8月 CPI 同比上涨 2.3%， 虽然高于目标，但依旧维持增长。欧洲、欧元区 CPI 年增 1.8%， 基本摆脱通膨阴影。日本苦熬30年后，2024年通膨终于回到 2%， 开始走出阴霾。唯独中国掉进了通缩深渊。全球都在担心东西太贵，只有中国在发愁东西太便宜。
这就是最残酷的对比，别的国家还在为热锅降温，中国已经躺在冰窟里发抖。通缩有什么不好？大家难道不喜欢便宜东西吗？这句话的背后，不仅是对经济常识的无知，更是对14亿人的冷漠。通缩不是便宜，是绝望。便宜的猪肉意味着养猪户破产，便宜的房子意味着家庭财富蒸发，便宜的出口货意味着工厂利润归零，工人失业。通缩是对整个社会吸血，直到所有人失去活力。可北京却把它当作遮羞布，把数据当作敌人。日本的失落30年已经给了全世界一堂惨痛的课。可悲的是，中国似乎正在重复同样的轨迹。而最恐怖的是，这可能只是开始，不是结束。因为日本当年还有外资涌入，有稳定的法治和制度。中国呢？外资疯狂撤离，2024年外资流出高达1600亿美元。年轻人失业率官方数据停留在14%，但真实可能超过25%。科技被卡脖子，产业升级陷入瓶颈。政府还在大撒币，维稳优先于民生。这不是失落10年，而是可能的失落一代。